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先來想一個問題哦，1萬塊美金換算一下，大概是30幾萬台幣，你覺得可以做什麼？可能很多人會想到換一台規格攻頂的 MacBook Pro， 或者帶全家人去日本玩一趟豪華旅行，聽起來都很棒，對吧？但如果我告訴你，在全球公共衛生的世界裡，這筆錢，這個看起來像是大計劃裡面的零頭，反而才是那個可以撬動整個系統的關鍵槓桿，是一切改變的起點呢？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跟你聊的核心概念——小額的種子補助金。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小錢的力量有時候反而比那些動輒幾百萬美金的龐大資金更有顛覆性？原因很簡單，那些傳統的大筆資金通常都綁着超級繁瑣的申請流程，還有很嚴格的 KPI， 這其實會扼殺掉很多還在萌芽階段、天馬行空的好點子。而這種小額的種子補助金，它提供了一個最關鍵的東西，叫做啟動能量。它就像是我們打火時用力插下去的那第一道火花，它的目的就是要點燃那些最大膽、最聰明，也最不受傳統框架束縛的創新想法。接下來我們會沿着一個非常清晰的路徑來拆解這個主題。首先，我們會看看這個創新的火花是怎麼被點燃的。接着，這道火花要怎麼聰明地運用在地智慧來找到燃料，讓自己燒得更旺。然後它會開始連接一些隱藏的關聯，產生我們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再來，我們要思考怎麼樣才能不只是一時的燦爛，而是要為未來打下基礎，讓這個改變可以持續下去。最後，我們會從整個過程裡面總結出一套在現代世界裡真正管用的影響力法則。好，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點。所以，到底什麼是種子補助金？講白了，它就是一種刻意設計成小額，而且申請流程超級簡單的資金。耶魯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的火花獎就是一個非常好例子。它的金額呢，就是1萬美金。這個數字不是隨便定的哦，它的目的不是要你完成什麼驚天動地的偉大計劃，而是要催化一個創新的開端。那些有想法的人呢，不用先花好幾個月寫幾百頁的報告，就能夠快速的把一個好點子拿到真實世界去測試看看，驗證它到底可不可行。好了，那這第一把火要燒向哪裡才最有效率呢？這就帶出了下一個關鍵原則：最有效的解決方案通常不是從天而降一個全新的系統，因為那樣很容易水土不服。更高明的方法是找到當地早就存在而且已經深受社群信任的結構，然後把創新的種子直接嫁接上去。接下来我們要看的這個衣索比亞的案例，就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借力使力。在衣索比亞有一種叫做 IDES 的組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台灣早期那種鄰里互助會或是中心會。傳統上，他們是負責幫鄰居處理後事的，所以在整個社區裡面有着無可取代的信任度。你想想，這些 IDES 就像是早就鋪滿整個社區的乾柴，你根本不需要自己重新去種樹，只要有一個火花丟進去，新的觀念就能夠非常迅速地傳播開來。他們的模式真的非常聰明，而且充滿了人性的溫度。第一步，他们就在這些 IDES 組織裡面訓練一批社區健康志工。第二步，就由這些最了解左鄰右舍狀況的志工，去找出那些可能因為文化或經濟因素，正自己一個人在家默默忍受病痛的鄰居。第三步，溫柔地把這些有需求的個案連接到專業的衣索比亞安寧院，最後就由安寧院的專業人員提供到他們家裡的居家照護。你看，整個流程沒有蓋一棟新的大樓，也沒有引進什麼複雜的科技，而是完美的嫁接在現有的社會信任網絡上，既永續又高效。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而這一點可能有點違反你的直覺。我們通常都以為創新是來自於某個領域內的頂尖專家，對吧？但你會發現，真正的突破常常是發生在專家被迫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卻連接那些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跟解方的時候。這就像是你把兩種從來沒想過能放在一起的化學物質混合，結果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爆炸性的反應。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子，
在美屬薩摩亞這個太平洋上的小島，在2022年面臨了一場很嚴峻的危機。當時的統計數據真的讓人很心痛，當地有1/3的高中生曾經認真的考慮過要自殺，這是一個非常急迫的心理健康問題。但你想想看，當地政府拜託誰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答案竟然是一位專門研究糖尿病的科學家。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奇怪？這位叫做 Nikki Hawley 的博士，他自己也說了這句很發人深省的話：我跟心理健康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至少我本來是這麼認為的。他原本研究的是糖尿病、高血壓這類的慢性病，但他很敏銳地發現，很多病患之所以沒辦法規律吃藥或回診，根本原因都來自於巨大的心理壓力、焦慮還有憂鬱。所以他意識到身體跟心理根本就是相通的，他就把他在慢性病領域建立的社區溝通模式，成功地應用到解決青年心理健康的議題上。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跨領域連結，問題的答案常常就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們再來看一個更巧妙的例子，這次是在烏干達，當時有一種叫做 Dolutegravir 的抗艾滋病毒藥物被廣泛使用，效果非常好。但醫生們很快就發現一個怪現象，很多病患出現了代謝異常的副作用，血糖似乎出了問題。這背後的關聯可以說是非常隱蔽。你仔細聽哦，我們一般用來測量長期血糖的標準檢測叫做糖化血色素，它的原理是去測量你過去3個月紅血球上面附着了多少葡萄糖，來推算你的平均血糖值。但問題來了，在烏干達這種瘧疾盛行的地區，很多人都帶有一種叫做 G6PD 缺乏症的基因，而這種基因會讓紅血球的壽命變短。這造成什麼後果呢？這就像是你用一把會自己伸縮、長度不固定的尺去測量一個物體的長度，你得到的結果當然是不準確的呀。這個驚人的發現直接挑戰了全球在這些地區診斷糖尿病的標準方法，而這一切都只是源自於一位傳染病專家在某個下午偶然讀到了一篇他專業領域之外的糖尿病期刊文。如果說前面的案例是點火和連結，那接下來這個案例談的就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何養土？因為再亮火花，如果沒有肥沃的土壤，也長不出森林。真正的改變不能只靠單一的專案，而是要為當地建立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專業人才基礎。當時柬埔寨和寮國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境，他們全國受過專業訓練的衛生經濟學家，用一隻手的手指頭都數得出來。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國家在規劃健保制度、決定藥品價格、分配稀有的醫療資源的時候，完全沒有本土的專家可以提供數據跟分析。所有的決策只能依賴外國顧問，但這些顧問今天來明天走，他們的建議往往很難落地，沒辦法解決真正的問題。我們來看看這個從種子到森林的催化效應是怎麼發生的。在2022年，一切都始於僅4萬美元的種子基金。他們用這筆錢把3位柬埔寨最核心的師資送到耶魯大學進行密集培訓。隔年，這批師資學成歸國，就像是帶回了火種一樣。他們跟國際團隊合作，從零開始，一磚一瓦地設計出全新的碩士課程。到了2025年，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來臨了，他們國家史上第一個衛生經濟學碩士班正式開課。他們開始為自己的國家培養自己的專家。而最關鍵的轉折點來了，正因為有了前面這些由小額資金打下來的堅實基礎包括培訓好的師資、設計好的課程，還有第一批充滿熱情的學生，他們不再是空手畫大餅，他們拿着這些實實在在的成果，成功的向一個大型基金會證明了這個計劃的可行性跟潛力，最終獲得了一筆高達35萬美金的後續資金，讓整個計劃可以擴大跟延續。這就完美的展現了種子基金是怎麼樣扮演第一塊被推倒的骨牌那個關鍵角色。好了，講完了這些精彩的故事，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從這些案例裡面，我們可以提煉出一套非常清晰的現代影響力法則。這套法則告訴我們，在今天要怎麼樣有效地去應對那些看起來好像無解的、非常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第一，從火花開始，用小而靈活的資金賦予在地的創新者權利，讓他們去自由嘗試。第二，找到乾柴。還記得伊索比亞的 IDRS 組織嗎？就是要找到那些已經存在的信任網絡，去多效地傳播理念。第三，連接隱藏的關聯，就像那位從糖尿病研究轉向解決心理健康的學者一樣，我們要勇敢地去鼓勵跨領域的碰撞。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培育土壤。就像柬埔寨的案例，真正的改變是投資在教育，培養那些能夠讓改變持續下去的在地人才。這就引發了我們最後的思考：如果僅僅$10,000的火花就能夠催生出這麼多結構性的改變，那麼在我們身邊還有哪些看起來無解的複雜問題，其實只是在等待那個對的人以及那一筆對的小額投資而已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看到小額的催化型種子基金，它的價值不在於金額的大小，而在於它能夠精準地提供啟動能量。它透過善用在地智慧，促進跨領域合作，並為未來培養人才，最終以小博大，創造出遠遠超過其賬面價值的長期影響力。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